嗨，各位跟学我小伙伴，大家好，我是讲师博文。今天呢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一天，相信大家应该跟我一样都已经买了新机了吧？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好奇，怎么样转机，对不对？我们接下来就会教大家如何把之前手机的所有资料转移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操作的细节，还有一些细节步骤，完整的教学给大家哦。新机一开机呢，手机会有一些详细的条款，请帮我按一下全部同意，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如果你之前是用三星手机，一定非常熟悉的画面哦，就是我们有一个转移资料的页面。这个页面其实就是我们家 Smart Switch 的转资料软体，它已经在开机的时候就预设完成了。所以现在你可以先选择你之前的手机，像我之前是拿三星的手机，我就可以直接选择 Galaxy 系列哈。那如果你是拿他牌的 Android 的手机呢，一样可以点选第一个就可以了。那如果今天你是 iOS 的用户啊，我们也有支援 iOS 系统的转移哦。所以帮我选择对应的机种之后呢，就会直接出现一个 QR code 的扫描地方，你只需要拿出你的旧手机，并且确认一下旧手机是有连接网络的环境下，像我这样直接扫描一下我的手机。好，这个时候呢，手机就会开始进入我们的连接画面，它就可以开始做资料转移的动作了哈。那在备份的前夕呢，请大家确认一下有没有过往你还记得的账号密码呢？当然，现在手机很聪明，已经可以帮你转移大部分的一些软体的账号或是密码了。可是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比较高的软体，例如说像是银行啊、网银这一种，甚至有一些第三方的聊天软体呢，账号密码可能还是需要你自行输入的哦。那我们后面呢会教大家一个未来换机呢，不要再花很多时间记密码的功能哦，叫做神松 Pass。只要你有设定完成的话，以后你有很多密码都会跟着你的账号一起走哦，非常的方便。OK， 那我们接下来手机呢，已经进入到第一个要输密码的环节了，就是我们的 Google 账号哈。好，登录完成之后，开始这边就会看到有一个叫 Enjoy 装置复制资料。所以如果你之前是选 iOS 手机的话，它一样会提示你从 iOS 上去做复制资料的动作。这个时候，我们先给予 Smart Switch 到软体的权限。好，选择权限完成之后呢，它这边会问你说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输资料，你可以选择有线或是无线。那如果你的资料非常多，我个人建议可以用有线传输的方式呢，输入会快一些。那如果你像我现在手边没有带到传输线也没关系哦，我们有支援无线的方式做传输，所以我可以先点选无线传输。那像讲师的手机东西很多啦，80几 G 左右哈，所以他等一下读完之后应该会告诉我说我的传输时间大概要花多久。好，读取完成之后呢，这边有一个关键哦，你看这边开始，他就会问你说你要传输什么资料哈，那这边就有所谓的全部，或者是我只需要通话或联络人或简讯，甚至有一个特别的选项叫做自定。我个人会建议啊，如果你对手机非常熟悉的话，我建议你选择自定。因为自定里面呢，你可以同时在下一页的时候整理一下有没有一些曾经不要的垃圾档案，就不要一起带到新机了。我们换新机要换一个新气象，像我现在先调自定，我们来看一下自定的画面上就会有提示到几个，像是我们的穿戴资料啊，或者是我的电话簿联络人，到照片主萤幕，甚至我的图片、影片，都可以从这边去做个别挑选。那尤其是应用程式哈，我会特别进去看一下，有一些可能我之前去参加一些活动，装来要拿优惠的软体，后来都没再开的，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把这些软体呢过滤掉，不要再让它出现在新手机上，占住你手机的空间哦。那这边呢还会特别提醒你哪一些软体不会帮你传过来，所以像我的手机画面上就有出现，他跟我说你的 LINE 聊天记录是没有办法传输过来的哈，所以呢 LINE 的聊天记录的备份方法是在 LINE 的 App 里面哦。等一下，另外我们再补充教学给大家吧。那在这个时候呢，你要看一下你旧手机的画面上，它会出现一个叫做问你要不要保持萤幕开启呢？因为有的时候手机进入休眠的画面，它可能会把一些软体做关闭，所以我个人会建议啊，保持萤幕开启的选项打勾。然后呢，让手机呢，它的萤幕就会一直亮着，好，就不用太担心它的画面会因为暗掉导致传输中断。那你在传输的过程中，因为我采用的是无线的方式哦，所以也可以插着电边充电边传。因为像我80G 的资料，差不多要传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如果你的资料档案更多，可能需要传更久。那记得让手机有足够的电接收你完整的档案哈。那现在 Smart Switch 你刚刚已经选择好按下传输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手机怎么又回到开始那个欢迎的字
一样哈，不要担心，不用紧张哈，因为 Smart Switch 的转移是在背景运作的，所以我们一样点选开始，让我们的手机呢可以先处理一些其他的功能哈。那我们就一样一直按下更多，接受下一步。来，那这边会有一个画面叫做 OK Google 的语音助理的软体啊，你也可以事后设定，所以一样我们直接按下同意就好了。好，那你按下同意的过程中，它就会请你去设定一下语音助理，你可以在一开始设定或者是之后设定都没有问题哦。来，最后呢，这边有一页提醒的页面，叫做手机维护保养。因为你手上的手机呢是折叠机哈，不太建议大家可能会用圆珠笔或者是指甲哈去特别的用力戳这一块萤幕哈。Fold 是有支援 S Pen 的，只是需要使用专属于折叠机专用的 S Pen。直立式手机的 S Pen 啊，在使用上有可能会造成没有办法操作的问题哈。说明里面也有特别提醒你不要撕除内页萤幕的保护贴。那如果你使用久了想要更换的话呢，我们的新机在购买的1年内可以到我们三星的维修站1年有免费2次的保贴更换哈，这是大家的权益，请大家记得有稍微浮起来，我就建议大家去换了。它已经提示我大功告成，我们就可以直接进来手机的页面了。这个时候就会看到我们手机的主页，你会看到你很多你之前装的 App 可能是显示灰色的，所以当你全部看到熟悉颜色完成之后呢，代表你的手机已经有把8、9成的资料都已经完全转移完成哦。我们的资料转移非常的方便吧？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新机操作的一些细节教学的功能的话，我们就要期待下一支影片哦。Galaxy Watch 的伙伴，我们下次见，拜拜。